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万豪九和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这里面的话，你可以看到，反正之前加强完的破剑者，然后现在大装备的一些，然后大家也发现破剑者还是万豪比较适合出的一件装备，有肉有输出，还能弥补伤害，还能帮忙推塔。这里面你会发现，之前有粉丝说那个上单的那个永恩什么什么的，但你要明白，上单永恩数值他真的前期真的打不动。所以我不太建议大家去玩永恩上的，那打野也可以，打野呢前期不需要对线，他只要刷，对吧？帮忙抓补伤害，甚至自己拿人头就行了，不需要太多的那个花太多精力去那个。那这样的话，对面永恩估计要 GG 了。这里还有 W 的，直接给引燃 ，W 都不用交，对面闪现只能往后面交。看到没有？这里面九猴哥还说什么上单最好打的英雄，后期确实不好搞，但前期你得撑过去啊。这里直接带传送，用 W 直接抵消，你看这里面一点容错都没有，这里闪现过来直接平 A。就是如果说有一种情况就是对面永恩能发育起来，那你玩上单这个你一定有责任，你为什么没有压过他？你只要选个万豪、诺手这些上单数值怪，现在前期基本上都打不了，根本打不了这个永恩这种前期弱势的，除非你是那种像天使那种，像我前面发的那条视频是天使的天使的那个对局，这样的话，天使的话，你前期不帮，那后期对面就开始急，那他就是要去帮队友，还是说继续限制你发育？他越是跟你平等发育的话，天使永远是赚的。永恩这种就是有点就是前期觉得自己无所谓，后期能混得起来，像T1 是吧？韩国那边的都是就是确实韩服那边端游都好，那个永恩确实牛逼，但手游不一样手游的数值就在这里这里面竟然没有打到，可能是刚好落点已经落入范围外了。对面也是挺狠的，4包2双人路，天天去抓。这里的话 ，W 没有命中，直接爆出来，但这里爆其实没必要，因为对面肯定会用 E 技能回去。爆的话，其实万豪的爆的话只是调整位置，它是没什么伤害的那里。这里用走位直接挡住对面大招逃跑，靠平 A 收掉。那好了，那这样的话，永恩彻底丧失对线能力，直接回上家。而且特别是永恩这种，你做了布甲鞋根本玩不了。这里面就是体现了一个国服的一个匹配机制，对面永恩看起来是菜了点但这边肯定是有一个菜的。你像前期那个狼人，前期4分钟，狼人这个超级大前期的一个英雄5级4分钟了，
到现在没抓死一个人，而且还倒数还送了一个。你像这里面的话，还是那个万豪绝活哥杀了3个人，队友那边一点都没有开张，所以这种局面，懂了吧？这局肯定没那么轻松赢。这里的话，再被拉过来就直接斩杀线了，只要对面赶上来，现在他只能温经验，吃不了兵线了，只要卡线就行。但卡线的话，因为手游的卡线不能像端游那样，除非说你像这里面的话，顶多卡一波，不能卡太多，卡不了太多的。对面一直想在解线，尝试解线，因为刚刚一大波兵线进去的话，然后对面是可以直接尝试那个，这边是直接尝试那个什么，越塔的。这里操作有点东西，大家看没？数值有点，但也只有那点操作了。对面上路炸了，镀层都没了。那这样的话，直接回去做破剑者，没必要再推了。等破剑者做出来，一波可以推到底的。这里的话做狂风之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伤害已经有了，不需要补伤害。这就是出装的一种思路方式。这点差距就是体现在英雄之间的数值上面。永恩的话，在线上其实带不太好带征服者，打野可以哈，因为打野的话不需要太多的那个对线能力，因为所以线上的话大部分是带致命节奏，增加一下攻击距离，可以拉扯一下，尽快的把伤害打出来。哦呦，这里大招，但绝活哥没打算跟他换。这里狂风之力拉开，对面伤害直接过来爆开，不如刚刚换掉血亏，开始要针对绝活哥了。这狼人又开始送了，太牛了！你看到没有？这局就很明显了。这边对面有个被打爆的，这边就有一个被杀穿的。像这局的话，因为是对线因为对面没有太多肉，所以你就可以做3项。但如果对面有肉的话，只建议大家第2件做黑切，3项就不用做了。这里对面永恩 E 过来，直接一个拉晕住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，他的伤害就打不全。这里的话不好去越塔杀，对面盲僧的位置不知道在哪。这一局的话，你可以看到队友的中野联动是没有的，完全是对面中野在联动。你看没有？上路又有4个人，我们家中单还在中路清线。这里躲开他的大招，那这样的话他是没得跑了。等他回来，直接大招一个爆。W 起手，但伤害不够的 W。这里直接爆，尝试闪现，直接跑开。这里的话，永恩就开始有点发力期了。就是这里面你得，就是怎么说呢？装备上面，
永恩的话就是得那个起来。如果没有对面打野帮或者说队友帮的话，永恩是很难操作的。但永恩起来以后，中后期确实没错，但他就是前期太难了，你知道吧？但这里边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对面永恩也是个绝活哥。这样的话就必须得参团了，不然的话队友估计得炸。这里直接狂风之力进场，直接爆过来 ，E 一拉 W， 但没有打出太多的伤害，但已经够了。这里的话没有技能，万豪的话还是得靠技能来打一个输出的，但已经给队友就是创造了很多输出机会了。这里的话直接过来拿龙，小龙。这里上来直接打一套，这里面看到，就是你的那个没办法的，你像你 E 技能拉出来是吧？那他之前几波是没注意，就是说不打算留那个，就是那个怒气不够，所以才有这样的机会。你只要怒气够，然后等他回去那一瞬间，直接命 W 往那里放，就他那个 E 的回去的落点，那是打不了的。这里留个眼，推完2塔，直接刷一下对面野区。这里下来找对面。辛德拉秒掉了，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来拿大龙了。这里的话尽量不要走，还让那个小兵的那个抗性更高，拖一下对面。这里上来发现对面不在，这应该是在红 buff 那个野区。这里的话兵线进塔，直接先推塔，因为有破剑者，伤害很高的。队友又浪死了，那这样的话回去做那个死亡之舞。直接一个大剑做出来，这里把对面爆开，救一下。发现他打那个脆皮的话，伤害很高的，就不需要 W 都可以。这就是新版本万豪的数值魅力啊，兄弟们，这你不玩？这里刚刚那个绝活哥说万豪那个卡玛练他，技能敢给，直接上去哐哐2拳。这里有眼的，对面盲僧过来，完了。唉，可惜，但不影响对面给那个大招给技能成本太多了。
哦，这里直接一波，对面教的就是盲僧教技能那些教太多了，这样的话这边直接可以，哎呦，这里还有个永恩，直接又被秒掉了。那这样的话可以龙魂了，可以直接推掉中路高地，很舒服。上一把的话是浪了，对面那个谁啊，净丢技能丢平 A 的话，那一波就应该往后撤的。这里盲僧过来，直接可以把他抱走都可以。对面没技能下来，哦，有个 Q， 差一点被抢了，我去！在草里面蹲一个，看看能不能蹲到。啊，对面永恩他们交了 E， 直接回来落点。那这样的话，看能不能？可惜他留了一个 Q。这里面说明一个点，这个永恩还是玩的不错的。只不过这边遇到了个树枝哥加绝活，那就两个故事了。这个永恩也是跟一位绝活哥学的，就是边路轰杀流的永恩，很强，其实不弱的，就是中后期，只要你能熬过前期。但我更推荐大家是玩版本强势，没必要去玩，就是说你要对应位置的强势位置的那种玩法。你像盲僧对吧，打野那么强，你干嘛不玩盲僧打野嘞？非得去玩一些弱势打野对吧？没必要。反正现在版本就是什么，设计师教你如何玩游戏，那你就跟着设计师去玩就完事儿了。这里的话，看爆一个吗？没有，直接选择推塔稳一手。好，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